6月5号，德新社报道，据英国国防部根据英情报机构提供的信息报告称，乌克兰军队在北顿涅茨克发起反攻。乌克兰卢甘斯克地区军事行政长官谢尔盖·盖代称，俄军此前占领了北顿涅茨克约70%的区域，但乌军已经夺回了20%。需要注意的是，6月6号，据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州长发布的消息，该州临近乌克兰边境地区的杰特基诺村遭到了来自乌克兰方面的炮击，已经有一座桥梁和一座制糖厂遭到了损坏，人员伤亡情况还在统计中。其实，这已经不是俄罗斯境内第一次遭到乌方炮击了。5月12号，靠近乌克兰边界的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村庄就曾遭到炮击，致1人死亡，6人受伤。俄罗斯与乌克兰交界的一些地方遭到乌军方面的炮击，我认为这只是一些偶发的事件，并不会形成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连续性的有意识的攻击。因为乌军目前主要的精力还是应付在乌克兰境内的俄军的攻势，对于俄罗斯境内的目标乌军更多还是打击那些距离边境比较近的弹药库和油料库，从破坏后勤补给的考虑出发。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议会议员切尔涅夫近日声称，不排除会用美国武器攻击俄领土，这让外界怀疑这是乌军反攻的方式之一。但这样一来，反击力度将大大升级。对于乌克兰的反击言行，俄方连连发话。6月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称，如果美国向乌克兰运送远程导弹，俄罗斯将会攻击之前没轰炸过的目标。Чтобы никому не было обидно, но их наши системы ПВО щелкают как орехи. Уничтожены десятки. Просто десятки. 对于不断升级的局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1号就出来灭火说，基辅向华盛顿保证不会用美方提供的多管火箭炮系统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Specifically with regard to weapon systems being provided, the Ukrainians have given us assurances that they will not use these systems against targets on Russian territory. 另一方面，乌克兰军队士气也大受打击。美国陆军部长克里斯汀·沃姆斯近日在参加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一场活动时承认，面对持续的炮击，维持乌克兰军队的士气将更加困难。俄媒称，自5月底以来，社交媒体上充斥着乌克兰部队向指挥部和泽连斯基喊话的视频，士兵们抱怨条件艰苦，公开拒绝服从上级命令。乌军甚至开始抓壮丁，让未经训练的平民加入领土防卫旅去填补战线。乌军也开始设立督战队来阻止士兵逃跑。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乌军将领之间的严重冲突正在加剧，而且争吵在1个月前就出现了。卢卡申科称，泽连斯基正在与波兰达成协议，波兰试图夺走乌克兰西部曾经在波兰统治下的部分地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以及军方对此感到不满。6月1号，美国总统拜登宣布7亿美元的军援乌克兰计划，其中包括了射程达80公里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可能对俄罗斯本土造成威胁。《纽约时报》以“乌克兰战争发展至此，美国难辞其咎”为题发表评论文章。而在俄乌冲突100多天之后，普京首次接受专访，向美国明确发出了警告，不仅暗示可以打击乌克兰境外的目标，甚至表示俄军的防空系统就像敲碎坚果一样击打美西方的援助装备。6月5号，俄军宣布，俄防空系统在24小时内击落了一架乌克兰安-26军用运输机和10架无人机，这架运输机上就携带了大批的武器装备。6月2号，乌克兰通讯社报道，美国国防部负责政治事务的副部长科林卡尔表示，美国国防部向乌克兰承诺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已经运抵欧洲，乌克兰军人需要经过约3周时间的培训，学习如何使用该型火箭炮。这次运往基辅的海马斯系统射程限制在80公里左右，因为美方不希望乌克兰军队向俄罗斯领土的目标开火。即便如此，海马斯的射程已经是美国此前向乌方提供的 M777 榴弹炮的3倍多，不仅可让炮位安置在俄军炮兵的射程之外，同时还可以打击俄军。这些火箭弹还可以轰炸远在战线后方的俄军后勤仓库。如果乌军把海马斯运到俄乌边境，甚至可以对俄本土造成严重威胁。俄罗斯更加关注的是，当美国和北约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武器装备升级的时候，
意味着可能的更大的潜在的风险，意味着整个北约对于俄罗斯在军事上的进逼和战略上围堵的加强，都会随着武器装备提供，随着军援的升级，会进一步的来加强俄罗斯面临的安全的困境。当前呢，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看到的是提供会对俄罗斯领土进行攻击的武器。那远程打击能力意味着俄罗斯必须要进行军事上的调整，要破除西方对俄罗斯的这种军事战略上的围堵。此次美国不但为乌克兰提供了远程多管火箭炮系统，还同意其盟友向乌克兰提供 M270 多管火箭炮系统。6月2号，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电话会谈。英国请求美国允许其将从美国采购的 M270 中程火箭炮系统在几周内提供给乌克兰。布林肯称，美国没有理由阻止英国向乌克兰转运 M270。英国首相约翰逊与美国总统拜登已于6月1号就向乌克兰转运 M270进行过电话沟通。M270 多管火箭炮是典型的远程火力装备，车体上的2个一体化发射箱最多可以装填12枚227毫米的火箭弹，装填制导火箭弹的情况下，射程约70公里。不过，该炮最新的 GMLRS-12火箭增程弹药最大射程已经达到150公里。有分析指，如果乌克兰军队用 M270 火箭炮在苏美地区进行火力打击，可以覆盖俄罗斯本土的库尔斯克、布良斯克等城市。另一方面，海马斯虽然火力不如 M270，但由于吨位小，可实现打了就跑的目标。这2款火箭炮将大大增强乌军在顿巴斯的攻击力。现在呢，所谓的以最小成本达到最大的目标已经不可能实现，包括现在随着战事的拖延，北约国家感受到的来自于通胀的压力，包括粮食价格上涨和能源价格、燃料价格高企。所以此时呢，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武器装备的升级，当然是试图改变乌东战局的一些走向，试图能够以外部影响的方式来尽可能的对俄罗斯进行消耗。为什么拜登政府近期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更先进的火箭炮系统和弹药？或许可以从拜登5月31号在《纽约时报》的投书一窥究竟。他在文章中称，我们已迅速采取行动，向乌克兰运送了大量武器和弹药，以便他能够在战场上作战，并在谈判桌上拥有最大筹码。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为乌克兰人提供更先进的火箭系统和弹药，使他们能够更精确地打击乌克兰战场上的关键目标。